如果你没有厨师机，又不想费力揉面的，而且还想做出3天都不会变硬的这种拉丝的面包，那你就跟我学方法，不用机器一样能做出这样柔软的面包。可以这样一条一条撕着吃，口感是特别柔软又湿润的。提前做个烫种，这个烫种就是让面包变得柔软湿润，放3天都不会变硬的一个主要原因。也推荐你们用烫种，因为烫种的做法也特别简单，它就是高筋面粉加开水，把它给搅匀，搅得没有干粉，放凉就能用。你可以放冰箱，可以自然放凉，只要彻底放凉，和煮面团一起和面就行了。我还是把具体的和面比例打在公屏上。还有一个就是要看面粉，如果你和我一样的面粉，那你就和我一样的比例；如果是其他面粉，就要看面粉的吸水性。这个面团的含水量也是比较高，就是用刮铲把它搅到没有干粉，放到冰箱里水和1个小时，拿出来再用。你们看一下，我这个面团含水量还是挺高的，它有点粘手，是那种偏软面团。还有就是你做吐司或者是做这种软面包，你的含水量一定要够，如果要是不够的话，你做出来那个面包它就不会特别好吃。刚才加的是盐和黄油，盐差不多就2到3克，黄油15到20克都行。加了黄油以后，就是要把黄油揉进面团里，揉的过程中可能比较黏，如果太黏不好操作，那你就刮起来摔，这个摔差不多3分钟，把它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气泡就行了。差不多摔成这样就能加酵母了，我用的是鲜酵母，不管是干酵母还是鲜酵母，你都用一点牛奶给它化一下。这个牛奶的多少就之前你摔的时候你判断一下面团缺不缺水，像我这样就比较黏，这个牛奶就放3克就差不多。如果你的面团摔的时候摔不出去，含水量比较低，那你就多加一点牛奶。所以其实配方不是绝对的，你一定要学会看面团的状态。这个也是把酵母揉进去，然后也是摔，同样的方法3分钟把它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气泡就行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开始的时候也特别黏，我没剪，直接给你们加速摔一下，大概也就是摔个10几20下它就不怎么粘了，然后你继续摔，就是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气泡。这个一定要具备2个条件，第一是摔够3分钟，因为每个人的频率不一样，或者是快慢力度都不太一样，反正我觉得得3分钟。还有一个就是表面光滑有小气泡。到了最后一步就是用擀面杖砸一下，砸的话是4分钟。这个砸也是，如果你的面团比较黏不好砸它粘，那你就在那个表面拍点干面粉，然后我给你们拉模看一下，最后就是这种特别韧特别薄的膜就可以了。有好多姐妹做完了都跟我说怎么长不高，其实你长不高的主要原因，一个就是面温高了，另一个就是你打面打得不到位。打好的面团把它收圆了，分成等份的剂子，一共分成3份，然后把每一个小剂子也拍一下，向中间收圆了放着松弛，大概15到20分钟。像以后的气温越来越高了，还是建议你们放到冰箱里松弛。做吐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控制面温，一定要控制好面温，如果面温高了那肯定会失败，不管是手揉还是机器都要随时测一下温度。每一个也是用保鲜膜单独包起来放到冰箱里松弛就行，然后时间到了拿出来做第一次擀卷。擀的时候也是，因为这个面团的含水量比较高，你擀的时候它有点粘，那咱们就往揉面垫上还有面团的表面都少拍一点干面，不用太多，就一点点就够了。差不多擀成一个牛舌状，然后翻面，让光滑的面朝下。卷之前也是把边上的气泡拍破了，从上往下卷也不要卷得太紧，随着面团的劲儿往下卷就行。如果卷得太紧了，它就会影响发酵，烤的时候随着面温升高，它也特别容易烤裂。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把所有的都做好了，还是要松弛10到15分钟吧，这个还是要放到冰箱里松弛。松弛好了就做第2次擀卷，如果觉得黏的话，还是少拍一点干面，从1/3处往上推和往下拉。你往下拉擀的时候，如果怕擀得太宽，就把它提起来，然后还是翻面，让光滑的面朝下卷，从上往下卷，还是不能卷得太紧。卷到最下面的时候，把下面扒薄了，这样接口处也更好捏盐。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所有的都做好了，放到烤箱里发酵。我是用的35度发了1个小时，这个就是快的话50分钟，慢的话1个小时20分钟也够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发好了差不多就是8到9分满，然后刷一层牛奶或者是蛋液也行。烤箱还是提前预热，上火160，下火170，烤了35分钟。还有就是烤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上色可以了，那就加盖锡纸，这样不容易烤大。烤好了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满屋子都特别香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吐司自己在家做的和出去买的完全不一样。